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繼續分享我最近學習 AI 的成果。今天的主題很實用，也很容易學習，就是利用 AI 來整理家庭相簿裡面的舊照片。製作這樣的主題對我的意義，就像一句台灣俚語：一兼二顧，無拿兼四顧，就是一舉兩得的意思。我一方面可以學習到 AI 的技術，一方面又能夠將家裡保存的紙本舊相片，把它數位化，並且修護保存。跟數位相機相比，早期的傳統相機有很大的缺點。第一個缺點就是成本很高，我們大概每按一次快門就要噴掉新台幣5塊錢，包括底片費還有照片沖洗費。所以你只要按下20次快門，那就噴掉新台幣100元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年輕的時候拍的照片非常的少。那第二個缺點，傳統相機沒有辦法像數位相機一樣可以即拍即看，就是如果我拍攝完了，我當場就可以從熒幕看到拍攝的效果好不好，不好的話就再重拍就好了。但是傳統相機必須等到拍攝完，底片送洗，冲洗出來照片的時候，那你才知道效果好不好。那萬一拍出來的效果不好，可是旅行已經回來了，那你就沒有辦法再補救了。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就是利用 AI 技術來克服當年傳統相機所產生的這兩個問題，然後利用 AI 的技術，讓當時只有少數而且品質不穩定的舊照片，能夠生成出更多值得回憶的舊照片。我這次選擇的家庭相本是1989年，37年前，我跟我老婆前往墾丁旅行的舊照片。當然那時候我們還沒結婚，所以她是我的女朋友，已經接近未婚妻的身份了。當時我們在墾丁拍的照片不多，有的照片拍的效果也不好，所以滿意的照片真的是所剩無幾了。還好37年之後，現在是 AI 的時代，我可以利用 AI 的技術去彌補當年用傳統相機拍攝所造成的一些遺憾。當然，首先我要將這些紙本相片數位化。那操作的過程我們就簡單複習一下。首先，我用手機將這些舊照片翻拍，翻拍的效果可能不太好，但沒有關係，就交給 AI 來處理。我是使用 Grok 這個 AI 工具，這是 Super Grok 的首頁，然後點選右上角的 Image 想象。我之前因為老花眼，把 Image 看成 Image 影像，所以在這邊更正一下。點進去之後會出現這個畫面，下面的對話框左側有兩個選項：編輯圖像及動畫圖像。我選編輯圖像，然後從電腦的資料夾中選擇一張要修復的照片。我選擇了這一張照片，然後在對話框內輸入提高解析度及消除污垢，然後按執行鍵，大約10秒鐘就完成照片的修復了。所以透過 AI， 我們可以將翻拍的照片加以修復及美化。接下來我們可以進一步的修復照片，例如這張照片背景有交通招牌，我可以編輯圖片，在提示詞輸入將女孩背後的招牌消除，結果照片就變成這個樣子了。這是另外一個例子，將照片中背景的遊客消除。現在的智慧型手機都有這樣的功能，一拍完照就可以把照片背景的一些你不想要的人物或是景物把它塗抹掉。但是傳統的紙本相片你沒有辦法這樣處理，那現在數位化之後可以用 AI 來幫你修復。接下來我要介紹 AI 另外一個很實用的功能。因為我們用傳統相機拍照受限於成本，所以拍攝的照片不多。那麼現在我們可以利用 AI 的技術來創造出更多的舊照片。例如這2張照片，我可以讓2張照片交換場景。做法很簡單，首先用 AI 將這一張照片中的人物消除。做法我剛剛有介紹過。然後在對話框的編輯圖像挑選2張照片，接着在對話框的指示詞輸入小老鼠符號，然後選擇 Image 1第一張照片，然後輸入小老鼠符號，接着選擇 Image 2第2張照片，將2張照片合併成1張照片。經過10幾秒，照片就生成完畢了。
我再舉一個例子，這兩張照片，左邊的照片風景比較漂亮，右邊的照片則是表情比較自然，但風景平凡。我們就可以利用 AI 將兩張照片各取優點，合併生成為一張新照片。所以我就可以選擇一張我拍攝的最滿意的照片，然後用這張照片來擴充出更多值得回憶的舊照片了。例如，我很喜歡這張照片，我的女朋友，她微笑時臉頰會有小酒窩，非常的迷人。那麼我就可以利用這張照片與其他拍攝的照片用 AI 來合成，這樣子就可以創造出很多我會很滿意的照片了。雖然這些照片是 AI 合成的，但這些被合成的照片都是真實的，都是我們當年在墾丁旅行的甜蜜回憶。所以 AI 這個技術可以彌補我們早期旅行時用傳統相機拍照的遺憾不足的問題。我再舉一個例子，1989年我們在墾丁的旅行，我沒有相機腳架，所以拍攝出來的照片幾乎都是獨照，就是我幫我女朋友拍照，我女朋友幫我拍照。那偶爾遇到遊客，就請他們幫我們拍照。那別人幫我們拍照好不好，我們也不知道，就要等底片沖洗出來之後才會知道。那如果拍得不好，也是沒辦法補救了。但是現在可以用 AI 輕鬆克服這個問題。我選擇這兩張照片，我與女朋友的各自獨照，然後在 Grok 對話框的指示詞，我選擇輸入小老鼠 Image 1與小老鼠 Image 2合併成一張照片，結果就變成這樣的照片。所以我用同樣的方法，可以利用 AI 生成出很多我與我女朋友在墾丁之旅的合照。雖然這些照片是 AI 合成的，但人物及場景都是真實的，對我們來說是真真實實的甜蜜回憶。我再舉個例子，我們那次的旅行，那時候我研究所剛畢業，已經找到工作，但是還沒有上班，所以沒有收入。那我們去墾丁旅行，帶的底片不多，住的是便宜的民宿，有一些景點我們也沒有拍照，那如何彌補呢？不過1年後，我們再次前往墾丁度假，因為我已經上班有收入，所以這次我們住在墾丁凱撒大飯店。這次帶的底片較多，也拍攝了較多的風景，所以我就可以利用這些風景照片來彌補上一次沒有拍到的風景。所以我用 AI 結合了1989年的人物與1990年的風景，這樣就可以創造出1989年更多的旅行回憶了。當然，如果我只去過一次墾丁，我後來沒有機會再拍到這些風景照片，那怎麼辦？那沒關係，現在 AI 可以輕鬆地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例如，我可以請 AI 幫我生成一張墾丁的景點照片。我給 AI 的提示詞是製作一張1990年台灣墾丁海水浴場的照片，海灘沒有任何人。AI 很快就生成出很多墾丁海水浴場的照片。那我就選擇其中一張似曾相識，比較符合當年回憶的風景，然後將這張照片下載，接着就挑選一張照片與這一張海水浴場的風景照片用 AI 來合成，所以這樣我就可以透過 AI 創造出更多當年墾丁之旅的回憶照片了。而且這些照片都可以生成影片，不過以一張舊照片去生成影片，通常生成的結果，影片中的人物都會有失真的問題，這時候需要影片剪輯的技巧來去蕪存菁，才能得到好的效果。我這裡就只示範用這張照片來生成10秒的影片給大家看。我給 AI 的提示詞是1至3秒，女生站在懸崖邊，對着鏡頭微笑。4至6秒，女生不小心滑倒，倒向懸崖。7至10秒，
男生轉身朝向懸崖，扶住女生，將女生拉回。影片中的人物很明顯失真，不過這段影片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快樂出遊，平安回家。在懸崖拍照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安全。至於照片生成影片要如何克服影片失真的問題，我在上一次的影片分享當中有介紹過，那這裡就不再贅述了。最後要向大家更新一下 GoRock 的最新資訊。原本 GoRock 這個 AI 工具非常的慷慨，你可以免費試用，每天可以生成20支影片。不過最近已經調整方案，只能試用3天。你想繼續使用，就只能花錢訂閱，或者是換一個賬號。但是你換一個賬號，也只能使用3天，然後又要繼續換一個賬號，這樣也是非常的麻煩。GoRock 的基本訂閱是每個月$30，相當於新台幣900元。可能有人會認為每個月$30太貴了，但我個人認為，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修復家裡保存的紙本相片，那麼我的建議是，你先利用空餘的時間，把這些紙本相片用手機把它全部翻拍完畢，然後你只要訂閱1個月，1個月的時間就足夠讓你完成所有紙本相片的數位化及修復污損了。如果你沒有進一步的工作需求，那當然就不用續訂，只花900元就完成這件事，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想當年 AI 的時代還沒有來臨，我買掃描器來掃描紙本相片，費時又費工。掃描器的等級如果不夠好，那麼掃描出來的照片品質也不好，所以我後來就放棄用掃描器來掃描我的紙本相片了。幸好現在有 AI 這樣的工具，所以我就積極的用 AI 來整理我保存的舊照片及老照片，然後製成影片分享給大家，這樣可以達到一兼二顧、無拉兼洗口的效果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在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